不带夜视镜的情况下，绕过地下街碎玻璃，回到沙发上，尤其是你的身体速度反应那么的不敏捷。谢谢。你会是傅子玉的，相信你已经有了父母。我承认，你做的鱼是比我做的好吃。可是你以前说话太刻薄。喂。喂，子玉，是我。看从西边出来了，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。家里停电了。小城电网破，停电很稀奇吗？冰箱的鱼，我又不是你家老妈子，想要鱼的话自己买去。终于抢先挂了一回电话，太舒服了。这是我大女儿点瑶，王叔叔好。哎，好好好，这瑶瑶都长这么大了，你这出落的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哎，过来，别玩了。大姐，这是我儿子小金，刚从乡下过来，他叫大婶子跟大姐姐。婶子好，姐姐好。你这你好，大家好的出息。这一天呀，就知道玩保尔天喜。喂，傅先生。哎呀，我都那么熟了，还客气干什么呀？教子玉一下。有事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下了山道之后，转盘往北。1号桥头边上有一个五星水产市场，你知道吗？傅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五星市场？哎呀，都说了，你管我叫子玉。你在五星市场？是啊。太好了，是这样的啊，今年呢，素菜不说，荤菜特别挑嘴。只爱吃一鱼，正好也是我一般没有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今天过去工作的时候给国庆们带一条。谢谢，一条不够，他一顿饭自己就能吃一条2斤多的，你得一箱一箱的吧。好吧。来，放心吧。啊，王叔，咱们家店能送货吗？从哪儿啊？半山国家别墅。你朋友吗？啊。那没问题。朝南到转个路口，不上山了是吧？回头往这小子去，天天送都行。谢谢。喂，鱼还是吃新鲜的好。我订好了一家店，
1天送1次，每次送2条，行吗？太好了！有你照顾禁言，我只放你孙子见你啊！喂，傅先生，收到礼物了吗？我看到了，为什么要送我这个啊？这都是禁言的意思，他托我买这个东西送给你，谢谢你的鱼。他最喜欢吃鱼了，没别的意思。可是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这鱼竿得2、3万呢，我不能收。他自己已经有1根了，我又不钓鱼。你要是把它还给我的话，这个竿子就真没用了。我钓鱼只是举手之劳。要还的话，你就还给他吧，我管不了。不过以他的性格，没有了东西，他一定会把它扔到门外去的。我估计你明天早上就会在门口的垃圾桶里看到这根可怜的红布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大家啊！啊，忙着呢。今天看给来一条鱼吧。好嘞。小金呢？小金啊，去老别墅送鱼去了。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挺好。今天的鲳鱼特别好，特别新鲜，给你留这个。老王，你每次都照顾我。这咱都是自己人嘛。准备好了吗？包你满意。这么有自信，我可是很挑剔的。哎，你最好不要质疑我的专业。6.0排量，12气缸 TFSI Twin Turbo，750匹马力，1000牛米扭矩，100公里加速只需要4.6秒。跨头全时4驱系统，8活塞刹车卡钳，全车防弹，全世界仅此一辆。性感。还有更性感的，上车。这个家伙的名字叫 Andy， 你叫他一下。Andy。您好，罗先生。高级人工智能系统，只服从你一个人的命令。自动驾驶、卫星网络接入，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要求。喜欢就乐出来嘛，别绷着。怎么回事？瑶瑶，你交这啥朋友嘛？我小金不见了。小金怎么会不见呢？小金昨晚来这送鱼，之后人就不见了。王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是一个鬼屋，里边住了一个怪人，不吉利。你就是不信啊？
怪人？什么怪人？哎，这事大家都知道了。这个怪人啊，经常往城里晃，穿这个风衣，戴着口罩，他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大家都说他是神经病。小金一定是被他拐跑的。对，俺的一定是在他这儿出的事儿。你把这个人揪出来问问。你给我出来！走！你们不能就这么闯进来了。再说了，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，你们根本都没弄清楚呢。王叔，你报警了吗？没报。你们千万别自己进去，等我过来。小山，跟我走。这位管理，我们走。好。喂，请转告他们离开这里，谢谢。罗先生，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，麻烦你下来跟他们谈一谈。如果每个想要见我的人都能如愿，那我现在已经死了，累死了。你别挂电话。如果你不愿意见他们，请你自己跟他们说，我不会转达。还有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就算你现在不理他们，待会儿警察来了，你还是得见他们。他咋说的？他说，你们要找的就在1楼的房间里，钥匙在书房里。进去看看呀。里面出什么事了？杀人罪是啊！杀人罪是啊！副队，楼梯口上有扇门关着的，我进不去。喂，警察来了，他们想跟你谈谈，只是谈谈。能麻烦你下来一趟吗？我正忙着呢。这样不太合适吧？要不我们先请示一下上头。副队怎么了？局长在来的路上。局长，你是来帮着他们来找孩子的？对，我接到报案，说这里我知道有人报案，但是搞错了，他怎么可能是罪犯？回头再说。李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3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我也3两句话说不清楚。我是听上面的人说才知道他住在这里。你有他电话？打给他。我已经告诉你我正在忙着，为什么要打电话？罗静言，市局局长想见你。不见。我跟你说，喂，我是，我们见过你。这个郭教授到底是什么人？瑶瑶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的翻译。
场面。我今年没有过马里兰大学最年轻的博士后。毕业以后，他拒绝了马里兰大学留校的邀请，回到中国公安大学担任犯罪心理系副教授。他居然跑到我们这个小地方静养来了。干嘛？帮我要大神的签名。前2天喊人家腰男呢，现在就要签名了，你怎么变那么快？那人家不是脑残粉吗？人家不是天天追美剧《犯罪心灵》吗？好不容易有一个活的，就在我旁边，你怎么能不好好把握你？能签名吗？我不会帮你要签名的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如果我找他签名的话，他会怎么说吗？怎么说？如果每一个要我签名的人都能如愿，在我的手里就不存在了。什么意思？签断了。好萌啊！好烦哦！好萌的！好烦啊！来，坐，渴不渴？喝点水。失忆了你，看够了没有？干嘛？我今天是不是在追你啊？疯了你！想什么呢？哎呀，虽然你是挺聪明机灵的，但也不至于绝才惊艳吧？他如果不是要追你，那他看上你哪一点了？指名道姓要当他助手。什么助手？当然是查案的助手喽。是不是案件有英文资料要翻译？去，就是我跟你讲过的那个青少年失踪案，哪来的什么英语？有乡下土话还差不多。那他为什么要找我当助手啊？你走了之后，局长进去跟他聊了半天，我得到的结果就是，罗教授会以专家的身份来协助调查失踪案，但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要你当助手。我向他毛遂自荐，你猜他怎么跟我说？怎么说？感谢你的自荐，可是我不认识你，没兴趣。真的挺像他说的话。我当时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找我呢？我又不是警察。他为什么要找你？那你得去问他了。反正局长的意思是，原则上不赞成市民参与调查。不过，博教授是公安大学的副教授，他的身份是学者，是顾问。他有助手那是他的事儿，所以愿不愿意，你自个儿考虑。太扯了，我找他问清楚。哎呀，
太晚了，明天吧。干嘛？我是说如果你当上了博教授的助理，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我要偷师。偷什么师啊？他说过的话，他对案情的理论、观点、分析，以及他的思想精髓，你全都要记下来告诉我。这不算侵权啊，你能知道，我也能知道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我还没有答应当他的助手呢。你会答应的。走吧。雪雪，你知道你轩然哥今天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你的大神让我做他的助手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简直像被雷劈了一样。你回来了，你干嘛去了？大神呢？大神？啊，不在了，走了吗？这书房呀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没在家，大神来找你，他就去书房等你了，我就去给他买吃的。你看看，你说他喜欢吃哪个？薯条还是汉堡？不是，还有辣的。也太帅了吧！那个瞎子说是骷髅妖男，不是他颜值都爆表了，帅！嘘。被雷劈的感觉如何？你怎么到我家来了？当然是来考察你贫乏的小背景了。一个家庭关系极为和睦的大学生，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家，也不但不在家里面休息，反而到一个闲置多年的老房子打工。是否你的内心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开朗？不仅仅是年幼丧父，你的其他家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你很大的亲情诉求。你的个性并不偏执，也不脆弱。是否你的童年遭受过了更大的伤害？不过与我新的发现相比，这个问题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你竟然看这种毫无逻辑、毫无科学根据的小说啊？上面还做了大量的批注。这是言情小说，需要什么逻辑啊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若有一人爱我如初，谁让你翻我的书看的？外面那位小姐说，这房间里的书我可以随便看。你为什么让我做助手？显而易见，非你不可。譬如，我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搅，我需要有人替我做很多繁琐且无效的工作。譬如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我只认识你一人，而且你还很会钓鱼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罪犯，只有我才能抓到。这个案子破案时间最长不会超过1周，也就是你的聘期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会问这种无意义的问题，我
而且会在明早8点赶到别墅去。罗静言，他喜欢画乌龟。你昨天安晚睡了？有换发型吗？做你的助手，当然要配合你的风格了。没有原来赏心悦目啊，最好换回来。菜鸟助手，去把楼上的案件资料整理好，然后拿到外面车上等我。知道了。Andy， 开门。这位美丽的淑女是您爱人吗？她是我的新助理，简瑶。简瑶小姐您好，我是安迪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根据您的身高来判断，您的体重偏低，建议您补充营养，合理膳食。你的话太多了。负责运动的玩意儿，跟她一样，活泼妈妈的。很酷啊，就像小时候看的那个美国电视剧，叫什么来着？
思是，罪犯只是一个人，而且是本地人。可是警方一直怀疑是人贩团伙作案。7起案件，受害者类似，作案手法类似，时间间隔有序，水平极其稳定，从不失手，而且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，这可能是一个人。跟你的小男朋友汇报。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你会介意我汇报吗？我为什么要介意这种无聊的事情？你们是？您好，请问您是傅明义的母亲吗？是我。我们在调查他的失踪案，带我去他房间。警局调查报告上提到的差不多。傅明义当日清晨离家，大约8点多钟到达同市。他今年15岁，刚上初3，去同市是为了到姑姑家住半个月，参加补习班。可是过了几个小时，姑姑还是没有见到他，就打电话回到家里，才知道他失踪了。你有什么发现吗？你的脑子不是摆设，所有跟傅明义有关的信息，我都要。他去的地方的那些线索，一定藏在这个屋子里面。我有一些发现，但是可能没什么用。你说。傅明义的成绩中等，偶尔还会不及格，但是他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，很爱玩游戏，所以他就经常在网吧、游戏厅逛着。傅明义那天去姑姑家，还给姑姑带了一篮子鸡蛋。天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看院子里有养鸡棚，心想如果让孩子去姑姑家借住半个月，一定会带一些见面礼。我就问了他妈妈，果然他那天带了，而且以前也经常会给姑姑带鸡蛋。不过这应该也没什么用，其他就没有什么发现了。你怎么会想到的？给姑姑带鸡蛋？你真是个天才。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啊。傅子玉啊，说你知书达理，会跟我互补。看来他真的蒙中了。这个就是他失踪的地点，你看。为什么呀？他手里拿着鸡蛋，去哪都不方便。他会带着一篮鸡蛋去网吧玩吗？你见过这样的男孩吗？他
他喜欢打游戏，但是又没有足够的钱。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他姑姑家？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当天偷偷的把鸡蛋给卖掉了。他经常给他姑姑送鸡蛋，所以1次2次并不会被发现。而网吧又在农贸市场附近，距离他姑姑家也不远。可是我们知道失踪地点。为什么罪犯是住在第一个失踪者失踪的附近？为什么他的年龄是25到30岁之间？你不是看过白板的吗？原因都在那上面。告诉警察，马上搜索农贸市场东边的那个树林，有发现之后，立刻给我电话。发现什么？这些孩子都被杀了。就算只有一个人作案，也可能是人贩子。为什么就是连环杀手呢？因为我了解他们，现在在出手小心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犯人，人贩子，多么不入流的东西。连环杀手才是我的菜。给你1分钟时间，惊讶够了，就继续做你助手该做的事情吧。他怎么就能确定了？为什么？从哪得出的结论？你等一下，他们想知道原因。回去之后做简报，让他们先找尸体。这事儿太大了，大家伙都等着呢。局长刚刚也来了，你让博教授先跟我们说说。你能不能在电话里做简报？我上一次做简报是在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央报告厅，现在你让我在108国道雾林乡码头村的收费站做简报，那又怎样？你说的对，站在哪里都会振聋发聩。是这样的，我教授现在正在准备简报内容，还有一些证据需要补充，现在没有空，等我们到了同事第一时间跟你们解释，到时候简报的内容也会更完善。出手都是骗子。闭嘴。嘴角下抿，脸颊向下倾斜，上眼皮往下垂。为什么我刚刚看到典型的痛苦表情，隐藏在你的平静里？
看来我上次的判断还是有偏差。你心中那点小忧郁、小悲伤，看来还是跟你的父亲有关。错，我刚才之所以感觉到痛苦啊，是因为你马上要给刑警队做简报了。助理小姐，是吃错药了吗？正是因为我真的身为你的助理，所以我想真心的劝告你，里面那些人都是敬业爱岗的刑警。你等我给他们做简报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讽刺他们？就算有问题，你也耐心一点解答，行吗？你是从哪一根跳线的神经脑补出那么奇怪的观点？不脑补啊！你之前对我对别人，你想好吗？你说话分分钟气死人。我讽刺人，从来都是因为智商上的差距，而不是仰仗专业优势。刑警跟我的工作性质根本不同，没有为什么会讽刺他们不懂犯罪心理呢？你们需要找的嫌犯，他有点小聪明，也算是细心。对于受害者，他也有一定的偏好。他并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带走受害者，他的沟通能力很强。他会和受害者有一段时间的沟通，请他吃饭，介绍工作，然后再把他带到一个他安排好的地方。他是独生，他在农贸市场附近租了房子，也可能是他父母亲留下的房子。他的家里就是他的作案地点。此人的活动范围很小，不会超过地图所标示的区域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图中所标示的就是嫌犯活动舒适区。在这个区域范围里，根据我刚才所说的，重新的调查和收集受害者相关的信息，一定会有收获。等找到受害者的尸体之后，我会给出最完整的嫌犯画像。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？他为什么会住在农贸市场附近，也就是第一个失踪者失踪地点附近？他的确是比普通人聪明大胆，但也不过如此。以他有限的资历，第一次作案，他绝对不会选择在一个离家数公里的地方，而且他并没有把握去说服一个少年跟他去到这么远的地方。您确定那些孩子被谋杀了？失踪超过2周以上的人，被害的可能性超过90%以上。那薄教授，为什么要找到尸体以后就能给出完整的画像？因为他所有的内心诉求，最终都会反映在尸体上。轩然，全警局只有你一个人受训过从美国传回来的洋玩意儿，到底靠不靠谱？这嫌疑犯长什么样，这可不是胡乱猜的。不是猜，薄教授应该是有推断依据的。举个例子，15、16岁的男孩体格差距都很大，发育的好，能冲到1.7米多，而现在所有的受害者身高都在1.6米以下，最高的也才1.58米。这也就说明疑犯本身的体格不会太健壮，所以在寻找受害者时，他没有信心，只敢选择比较瘦弱的。你这么说倒有点道理。继续。我现在虽然还不能反推出薄教授的理论依据，但我相信他的侧写不会有错。队长、副队，有新发现。按照队长的安排，2组在重新走访交子街一带的时候，有一个水果店的老板娘认出了3号受害者。她说，她记得曾经跟一个符合画像描述的男人一起走进了店里，买了一些水果。什么时候？老板娘说她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11月5号，她的结婚纪念日。
因为他着急回家，是他的最后一单生意，可对方不停地在挑来挑去，弄得他很烦躁。11月5号。也就是说，3号受害者在11月5号的时候就已经与嫌犯接触过，而真正报案失踪的时间却是12月5号，这时间差得也太远了。告诉我，你想要宣泄些什么？谁是你的第一个？是什么激发你的开始？而你又将变成什么样子？我说大哥，你有什么新的发现，直接跟他说不行吗？干嘛非要找我？你是薄教授的助理，他说了，警方跟他的所有联系都必须通过你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打电话呀。快点儿！喂，薄教授，警方说他有一些新的发现，想要跟你。怎么了？啊？他说叫我们过去。去他家？那是叫你一个人过去，还是叫我们一块儿过去啊？他就说了3个字儿：“过来吧。”然后就挂了。那快去！哎，别急嘛。我想他是不会起来迎接你的。你有什么新的情况，就直接说吧。你别看他好像在发呆，你说什么他都听得见。是这样的，根据你提供的调查范围和嫌犯画像，我们做了更深入的排查，发现有几名受害者，他们真正的失踪时间你都已经发现了。发现了。发现什么呢？在农村乡下，15、16岁的男孩基本上就被视为成年人，所以他们所受到的照看还有监护，不可能和成年的孩子一样。的确是这样的，有的孩子真正的失踪时间与报案失踪时间存在着较大的误差。我已经把他们的失踪时间重新做了推断，你确认一下新的信息吧。我明白了，其实3号真正的失踪时间是早于2号的，所以他们俩的位置应该互换一下。罗教授，除了失踪时间，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可能相关的信息。你真的相信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吗？这种只存在于美剧里的案件，怎么会突然降临到我们这里？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相信，可是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，越来越印证了薄教授的判断。好
还是不明白。你是他助理，他没跟你说过？他的结论就是凭空，啪的一下就冒出来，他从来都不会解释他的结论从何而来，依据是什么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拐卖的对象以女性和10岁以下幼童为主，可是这批失联的失踪者全部都是男性青少年，这不符合拐卖案的典型特征。副教授，我已经选出了3个最有可能的埋尸点，你带你的人过去，立刻开始搜寻尸体。我这就去。那我们现在干什么？我累了，需要睡一会儿。今天还有工作吗？没有了。我们不需要协助警方搜寻尸体嫌犯吗？那是警察的事情，我只负责分析。那我先回家，明天我再过来。不行。你现在的时间全部都是属于我的。我先回家，有什么事情我随叫随到。不行。如果半夜需要看尸体的话，难道还有花时间开车去接你吗？如果能够第一时间抓到罪犯，也许就能阻止他杀害下一个人。那我睡哪里？一般情况下不都是把床让给女士吗？你应该少看一点那种小说。2队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没有发现。收到，继续搜索。不对，这边有情况。划开。喂。我知道了。傅心言，醒醒！傅心言，沉默，自己去睡。沉默，他女朋友的名字。你怎么会出现在我房间里？找到尸体了。
只要还没找到尸体，就总觉得还有希望，希望孩子们只是被拐了，希望是你弄错了。我不会出错的。是啊，军人说了，尸体就在你指定的3个地点之一。现在警局的人都可佩服你了，以后也会对你的指导更认可的。我的指导原本就是最权威的，不需要任何人认同。我以前就问过你，但是你没有回答。像你这样一个自认为是天才的大人物，为什么要找我当助手？我对长安一窍不通，而且很显然你这个案子也不需要翻译。你千万不要说你在同事只认识我一个人，也不要说是我思维敏捷或者观察力强之类的。只要你开口，比我更符合助手条件的人，李叔能帮你找一答。想多了，找你是因为你这个人不凡，而且挺好看的。行迹，如果有的话，立即报告。是啊。我让你把脖颈都起过来，你怎么也跟着来了？快回去吧，这些都不是你该看的东西。我好多干了10几年的警察都受不了这个。啊，快回去吧。我回车里了。害怕了？我不想看。这是你最像个小女人的时候，简直是个悲剧。反正我不看。根据您的体温和心率，我感到您有一点紧张。我没事儿。你干嘛？我只是想给您一点安全感。真体贴。这是2份新的尸检报告，你带给薄教授，我还要赶去南市现场。已经有8份了，还会有更多吗？在现场挖掘停止以前，什么都很难说。薄教授，薄教授。薄金言，是你在里面吗？
不错吧？我的作品。这是什么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沉默，秦妍养的。不过这个小东西总是不提你。我说这个，薄金言，你在干嘛？出去。那是人体切割实验。他为什么要自己做实验啊？市局不是有法医办公室吗？那时间就来不及了。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的答案等到法医来解答的话，救人的黄金时间早就过了。他想要什么样的答案？肢解工具、顺序、手法、罪犯的心理，还有一切的细节。这是最新出的尸检报告。我的数据收集的差不多了，你什么时候把模拟演示的模块还有程序建好给我？1天。好了，5个小时。你立刻去安排吧。去安排什么？安排什么？嫌犯在幼年会采用虐杀动物等方式发泄自己的杀人欲望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需要更高层次的满足。整个杀戮行为始于半年以前，他一定是在那个时间段受到了特定的刺激，比如失业、生意失败、亲人去世、恋人分手等等等等。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他之前每一个受害者的情形再现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，最初的受害者先被砍断颈部，再是左右上肢与左右下肢，每一个肢解部分都有多次的刀砍痕迹。但到了最后一个受害者，罗教授，你是说这具尸体是在同一时间一下子被分解成6块？2只手怎么能同时砍下6把刀？难道凶犯还有同伙？可是你也说过，整个案情全套模式都表明，凶犯是独立作案。再怎么配合默契的同伙，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时切割。凶手的确是一个人。人类之所以是人类，就是因为他会使用工具。工具？罗教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杀人欲望，他踩着一个又一个的受害者尸体，实验着，进化着，最终造出了可以实现他完美暴力幻想的工具——一台杀人机器。瑶瑶，王叔，瑶瑶，我去过公安局了，警察说我小金可能还活着。王叔，你先坐。你放心，警察一定会尽全力把小金给救出来的。王叔，别着急。听说办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人就是那个住别墅从国外回来的专家。我砸过他的门，我得罪过他。瑶瑶，我求求你，你去替我给他赔个不是。要不你带着我，我就给他跪下，我给他磕头，让他别计较。那一定把我儿子给我救回来。
老叔，你听我说，我先生对于之前的事儿根本都没有在意，他非常认真的在办这个案子。虽然我跟他共事的时间不长，但是你相信我，他绝对是最好的。放心吧。你真的相信吗？在专业上，禁言的判断从来都没有错过。无论他的结论当时听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，多么的异想天开，但是到事情的最后，往往都能证明他是对的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他错。他真的能做出来吗？就单凭尸体伤口的形状和力度什么的，